胖叔，这几天全球的股市都下跌，尤其是 AI 概念股，好多之前买这些股票的亲朋好友都在哀嚎。胖叔，上次不是跟你说不要投资那些热门概念股吗？现在下跌，当然心情会很不好受呀。会反省来庙里拜拜，或跟上帝忏悔也是好事。胖叔，我没有投资那些热门的公司了，只是我们一般投资小白，股票下跌，资产缩水时，难免会惊慌失措，想来了解一下巴菲特爷爷如何面对大跌呢？巴菲特面对大跌，面对自己的财富大幅缩水，面对他持有的重仓股大幅暴跌，他非常平静。原因很简单，坚信持有的这些上市公司具有长期的持续竞争优势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，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，坚信股灾和天灾一样，只是一时的，最终会过去，会恢复正常。所持股公司的股价最终会反映其内在价值。巴菲特说，股市大跌是上帝给价值投资者最好的礼物，他一次又一次成功接受了上帝的礼物。巴菲特能转换思考模式，最重要的就是拥有第二重思维。股市里想要长期生存下去，并且赚到大钱的话，你就必须要拥有第二重的思维，也就是和普通人的第一重思维方式不同。什么是第二重的思维方式呢？就是看透本质，忽略表象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一只股票下跌过度，普通人会用第一重思维去看待，认为跌多了就是风险，而不是机会。但是优秀的投资者，如巴菲特会用第二重思维去考虑：一、基本面有没有问题？估值有没有问题？二、如果都没有问题，那么下跌只是表象风险，本质风险却在降低。三、反之也一样，如果上涨过度了，表象风险在减少，但是本质风险在增加。所以，在优秀的投资者眼里，好公司跌到了合理的估值和便宜的估值区域，反而是机会而不是风险。但是在普通人眼里，下跌了就是风险，上涨了才是机会，从而导致追涨杀跌。这样我比较能理解为什么巴菲特会说别人贪婪使我恐惧，别人恐惧使我贪婪这句话的意义。作为一个投资者，巴菲特爷爷的投资生涯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，同样也经历过下跌甚至大亏的低潮。巴爷爷在2月24日发布的2017年致股东信中，巴菲特对该公司股价所经历过的最严重下跌进行了详细阐释。这其中就包括了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全球金融危机期间，波克夏股价重挫51%的惨痛经历。巴菲特认为，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长期投资的专注。他还在信中借用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·纪柏林在1895年写给自己儿子的励志诗，向大家说明了在市场陷入恐慌时保持镇静的重要性。巴菲特爷爷怎么能如此淡定呢？他老人家心态真好。巴菲特爷爷表示，波克夏公司股价的重挫恰恰有力地说明，投资者不应该投机借钱负债炒股，因为没人能告诉你短期内股价会下跌多少。他同样指出，没人能准确预测大跌何时会发生，涨跌变化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。不过，当大跌发生时，那些不受负债束缚的投资者反而可以抓住机会。而这个时候，吉柏林的诗歌或许可以给予大家慰藉和动力。如果你在众人六神无主时，镇定自若，而不是人云亦云；如果你在被众人猜忌怀疑之日，自信如常，而不是妄加辩论；如果你有梦想，又不迷失自我；如果你有神思，又不走火入魔；如果在成功之中能不忘形于色，在灾难之后也勇于咀嚼苦果；如果听到自己说出的奥妙，被无赖歪曲成面目全非的魔术而不生怨爱；如果看到自己追求的美好受天灾破灭为一滩零碎的瓦砾，也不肯放弃；如果你辛苦劳作，已是功成名就，还是冒险一搏，哪怕功名化为乌有，即使惨遭失败，也仍要从头开始；如果你与村夫交谈而不离谦恭之态，和王侯散步而不露献媚之言；如果他人的爱憎左右不了你的正气；如果你与任何人为伍能够卓然独立；如果婚祸的骚扰动摇不了你的意志，你能等自己平心静气，再作答时，那么你的修养就会如天地般的博大，而你就是真正的男子汉了，我的儿子。听完胖叔讲的这段话，我心里就比较安定了，还好我没有借钱或融资去投资股票。
也没有去买热门的 AI、伺服器等等被炒高股票。感谢巴菲特爷爷的教导。胖叔随便讲，大家随便听。喜欢聆听更多巴菲特的小故事，大家要记得点喜欢及订阅小铃铛哟。